这对夫妻刚搬新家就发生了一件可怕的事情，家里被小偷翻得乱七八糟，损失了1台电脑和2台手机。本以为这是一件普通的入室盗窃案，却没想到牵扯出一宗谋杀和绑架案。隔天深夜，家里传来阵阵诡异的敲水管声。被吵醒的丽莎起床上厕所，却发现家里停电了。胆小的她连忙叫醒丈夫。亨利本想着是大雨导致电箱受损，可在他检查电箱时，发现是有人故意切断了电线，而且边上的脚印还是朝着家里的方向走的。也就在此时，他发现卧室有电筒亮光，意识到妻子可能有危险，他连忙往回奔跑。回到时，丽莎早已被封住嘴巴，绑在地上。不过好在小偷此时并没有在2楼。松绑后，2人小心翼翼来到楼下，探头望去，能看到偷东西的是几个人。亨利让丽莎站在楼梯口等着，自己则悄悄跑到走廊的盆栽旁边。接着他在泥土里掏出一个塑料袋，原来他在那里藏了一把手枪。丽莎看到这一幕，人都麻了，文质彬彬的丈夫居然还会在家藏枪，在她看来这件事比家里进贼还可怕。不过现实并没有给她思考的时间，小偷此刻发现了他们。亨利一脚将黑衣人踢下楼梯，然后拉着丽莎往卧室方向逃走，而卧室的另一个逃跑方向就只有阳台了。亨利将车钥匙递给丽莎，让她跳下去开车逃走。所幸不是很高，丽莎并没有摔伤，而此时黑衣人已经冲破房门进来。亨利刚想跳下去，便被几人给拉了回去。事到如今，丽莎只好先行开车逃离。然而刚上车，屋里就传来几声砰砰枪响。片刻后，一个黑衣人捂着肚子走了出来。男人向丽莎发出微弱的求救声，还没等丽莎反应过来，又传来砰的一声。这下男人彻底倒了下来，而开枪的正是丈夫亨利。他的行为虽然是为了保护妻子，但同时也吓到了胆小的丽莎。在丽莎眼里，丈夫一直都是文质彬彬的形象，就算家里进贼，也不至于置人于死地。从这一刻起，她觉得丈夫不再是她以前认识的那个人。而女人的直觉往往很准，后面发生的事情将会颠覆她的认知。很快，警方查到了3个黑衣人的身份，他们来自贫民窟，也是惯犯。其中2人当场被亨利打死，还有1人正在接受治疗。具体的作案动机要等那个人醒来才能进一步调查。警察拿出另一张文件说，这附近有名女子失踪了1个月，她的失踪跟这3名惯犯有着密切联系。如果剩下来那个人也死了的话，我们就很难找到这名女子了。丽莎还在感叹女子可怜时，警察却说了句让她毛骨悚然的话 ：These men are her family. 之后，丽莎的内心久久不能平复下来。一来是觉得女子失踪跟入室盗窃有关，二来是为丈夫杀了2名盗贼而感到害怕。相反，丈夫还有心思倒腾新屋入伙的派对。亨利说他准备出去买点派对小零食，不然明天那家商店放假就买不到了。丽莎听了有点不耐烦，她指责丈夫怎么杀了人还有心情搞派对。亨利虽然对丽莎的指责很生气，但他还是疼老婆的。他忍着没发火，还上前哄丽莎。甜言蜜语下，丽莎很快又被哄笑了。见没事了，男人便出门去买东西，不过他的钱包落家里了。丽莎想打电话让他回来拿，但连线到了留言信箱。也许是刚哄好的原因，她灵机一动说要跟他一起去购物，接着便开车追了出去。然而就是这么一追，让她发现了丈夫不可告人的秘密。十字路口前方是商店，左边是医院。亨利的车竟转弯朝着医院方向去了。丽莎一时看蒙圈了，一直盯着转弯处看，一个不留神还跟来往车辆出了点小摩擦。由于车子撞坏了，被送去维修。等她打车回到家时，亨利已经在家工作了。Where you been? Did you go for a drive or something? I tried calling you. Oh, shit. Yeah, it went straight to voicemail. Sorry. I got into an accident. My God. Are you okay? Yeah. I was just trying to catch up to you, and you turned off away from town towards a hospital. 亨利解释说，刚才只是走错路了，还差点因此没赶上商店关门时间。丽莎拿出钱包时，他又说老板人很好，允许她可以下周过来付款。丽莎对此没有做出回应，因为直觉告诉她丈夫有事情瞒着她。隔天，警探告诉丽莎，唯一幸存的那位盗贼没有挺过来走了。警探还说，本来他的病情是有好转的，但是昨晚出了点突发状况走了。警探知道丽莎对这件事比较在意，所以特地过来告诉她。这个消息又一次惊到了丽莎，一个不好的猜想涌现脑海：难不成亨利昨晚去医院就为了除掉那个盗贼？因为他的车子还在维修，正好今天开了丈夫的车。她下意识地翻了下车子的定位记录，其中一条记录显示老鹰街1432号。丽莎清楚记得盗贼的家庭住址也是这个地址。为了查明心中的疑惑，她当即开车前往盗贼家。由于大门没锁，丽莎很轻易便进去了。
而且还阴差阳错下发现了一封亨利寄过来的信封，这着实吓到了她。丈夫怎么会跟这种人有交集？离开时，她的目光落在了不远处的快递柜上，牌子上写着仅限周3取件。今天是星期二，也就是说柜子里也许还有没寄出去的东西。丽莎大胆地用偷来的邮箱钥匙试了一下，果不其然，里面真的藏着一个寄去警局的包裹，里面是一个录像机。可当她想看看里面的内容时，一个男人冒了出来。男人见她在附近鬼鬼祟祟，便夺过了录像机，狠狠地砸在邮箱上，以示警告。Don't come back here. Okay. 丽莎吓得连忙抱着录像机就逃了回去。回到家，她立即查看里面的内容，可惜录像机被那个男人砸坏了，影片只能看到盗贼老爸说了2句话。丽莎只好重新网购一台同型号的录像机，为免被亨利发现，她还填了单位的地址。录像机到手还需要几天时间，丽莎可耐不住心中的疑惑和好奇。她看了看共享定位，亨利还有一段时间才到家。趁着这段空隙，她来到亨利的工作室，一通翻找下，还真被他发现了一个 U 盘，里面装着的是这栋房子修建时的照片。亨利本是一位建筑设计师，现在住的新房也是他设计的，有这些照片并不奇怪，怪就怪在丽莎在里面看到了盗贼老爸的身影，其中一张更是出现了失踪女子。这下丽莎基本能确定失踪女子应该跟亨利有关。犹豫再三，她决定将 U 盘交给警方。然而刚到警局，就看到砸录像机那个男人被抓了。Let go! I didn't mean to hurt her! You don't understand! That bitch wanted to! 绑架女子的真凶被抓，丽莎悬着的心松了下来。不过还有一件事她必须搞清楚，那就是为何盗贼家中会有丈夫寄的信件。这一次她没有在暗中调查，而是直接坦白问亨利。事到如今，亨利也不好再隐瞒，他解释说，虽然工程师收入很高，但也有低谷的时候，因为你之前治病花了很多钱，所以房子的工程款负担不起了。为了减少成本，我只好请价位低一点的承包商。那个盗贼老爸就是包工头，他是个很暴力的人。有一天他女儿过来找他，因为女儿犯了点小错，他就当着所有人的面打女儿。因为这件事，我当下就辞退了他。当时他很生气，说不会放过我。至于你找到的信封，那是我每个月给他还的工程费，不过后来我支付不起了，就没有再给他寄了。也许是这个原因，他跑来我们家捣乱报复吧。听完丈夫的解释，丽莎反倒有些内疚。如果不是自己生了场大病，或许丈夫就不用承担这么大的压力。然而她还是太单纯了，真相远比她想象的要可怕得多。这晚新屋派对如期进行，丽莎看亨利的眼神又变回了从前那样，这个男人还是她熟悉的枕边人。不过很快她就不会这么想了。就在她收拾客厅的时候，新闻响了。原来那个贫民窟的男人是因为虐狗被抓的。男人口中的她并不是失踪女子，而是邻居家的狗。 Lynn Oxbow was also a person of interest in the disappearance of local college student Christine Cobb, but has since been dismissed as a suspect. 丽莎顿时脑袋嗡嗡作响，眼前的亨利再一次变成那个熟悉的陌生人。没有多想，丽莎当即打开刚收到的录像机，看了录像。录像里盗贼老爸提到，女儿那天到工地找他的时候，亨利也在场。当时亨利露出一种禽兽般的眼神，所以女儿失踪的第一时间，他便想到是亨利干的。We waited till one night nobody was home. Took my dog Herschel. Sure enough, barking like crazy, especially in the office. That guy's got more evidence in that house. 看完录像，丽莎当即冲进亨利的办公室，她翻出了房子的建筑图纸查看，仔细研究下发现有一个插电口被一个箱子挡住了，而箱子背后的垫板实际上是一个按钮。暗道里藏着一个非常大的地下密室，丽莎壮着胆子走了下去。果不其然，失踪女子就藏在这里，她的眼睛被蒙住，四肢被铁链拴着。丽莎帮忙掀开眼罩时，还吓到了女子。挣扎间，铁链敲在水管上的声音让丽莎顿时感到毛骨悚然。原来最近家里发出的怪声全是女子挣扎发出的声音。与此同时，在外招待宾客的亨利看到书房有亮光，他知道丽莎一定又进去了。 Okay, listen to me. There are people upstairs. I'm gonna get some help, okay? Trust me. You're gonna be okay. I'll be right back. I'll be right back. What are you? 亨利此刻彻底破防了，他边哭边解释说：“我就是你的丈夫了，只是有时候我的内心有个魔鬼，我也不想这样的，我控制不了。”丽莎没有多听他解释，而是掏出手机报警，这彻底激怒了亨利。他冲上前直接抱住丽莎摔在地上，然后踩烂正在报警的手机，嘴里还不停地说着：“我对你这么好，你居然出卖我。 如果没有我照顾你，你以为你的病能治愈吗？”绑住丽莎后，他转身离开了地下室。之后，他随意找了个借口支走了楼上的宾客。然而，丽莎趁他不在的时候挣脱了绳索，紧接着又给女子松开了皮带。亨利下来时，两人早已躲在楼梯底下。趁他还没反应过来，两人从身后钻上楼梯，一刻也不敢停歇地往上冲。
亨利不慌不忙地走出大厅，嘴里还喊着你居然选他不选我。而2个女人就躲在厨房角落，不敢发出半点声响，但最终还是被亨利发现了。他狠狠地将丽莎摔晕在地，而后又抓住女子拖回地下室。他又一次将女子绑了起来，而且亨利这次似乎真的怒了，他想就地解决掉女子。所幸关键时刻丽莎醒了过来，在亨利即将下手之时，